但是呢，摩羯有没有桃花的机会？首先看一下摩羯个人的情况啊，这边出现的是一个高塔。最近啊，我们摩羯应该是经历了一个对自己来说比较重要的时刻哦，一个很大的转变，比如说被迫的要去换工作啊，或者被分手啊，或者遭遇到了一些人生的打击啊。虽然说这样的转变可能不是你想要的，这个变化是一种被迫的改变，因为一些外界的压力或者外部的一些要求，不得不顺应这个生命之流来做出改变。但是呢，值得安慰的是啊，这样的变化能够帮助你去成长得更加强大。同时我也觉得这段时间啊，可能也是我们的摩羯灵感爆棚，或者说想法上面有很多突破和改变的时期。那么在12月份有没有桃花机会呢？这边出现的是一个权杖骑士，所以我觉得啊，应该是一个新认识的桃花，而且发展的还蛮快的，然后也是让我们的摩羯觉得非常的心动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个最有可能发展的桃花，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。我们3张牌是权杖王牌的逆位、权杖6和世界牌的逆位啊。首先核心牌是权杖6，我觉得这个人还是蛮有魅力的，也是蛮有威望的。可能工作当中啊，他就是一个比较受尊敬的，或者比较受人夸赞的一个这个状态哦，可能是一个小领导啊，或者工作能力很强，在业内也许也是小有名气，比较受到认可和欢迎。那包括他可能也是人缘和异性缘也是不错的，难免会有一些清高或者傲气。那么权杖牌啊，也是能够表现出他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，比较直率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想说什么呢，想做什么呢，他也就去做了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权杖王牌的逆位嘛，说明他其实这样的行动啊，往往坚持不了太久。比如说他喜欢一个人，他就去追了，追的这个攻势也比较猛烈，但是呢，追着追着他就不追了，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他很难去坚持做一些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耐心会要稍微欠缺了一点。那么最后我们这边有一个世界牌的逆位，这张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是一个不想被束缚的人，所以短期之内啊，他可能并不是一个想要定下来的状态，他会想要去跟不同的人去链接，可能也会在感情当中真心的付出，但是他还没有想到要为一段感情一直被牵制住或者羁绊住，他还是有很大的这种世界想要去探索。那我也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注重精神世界的，想要去跟不同的人交流的一个状态，所以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啊，可能要给他一定的空间和自由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摩羯在跟这个人相处具体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？那我们摩羯这边啊，抽到的牌是宝剑7。其实我觉得摩羯对这个人还没有完全的打开自己，包括你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也是没有完全的坦诚，会去试探，也是给自己留一个心眼吧，因为你比较的纠结，可能跟这个人会觉得认识的比较草率，不能发展太快。因为我们最开始这个权杖骑士嘛，我觉得你们很有可能是在旅程或者出差的途中认识的，所以更多的呢，我们的摩羯也是想要去更加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，试探一下他的态度和各个方面啊。但是我想呢，如果你有点保留的太多的话，对方他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。其实会阻碍你们关系的正常发展。那对方这边呢，他又是一个权杖9。首先我觉得他在感情当中啊，虽然是一个直来直去、比较勇猛的一个状态，但是他是有自己的顾虑在的。比如说我们的摩羯的一些态度啊、言语啊，刺伤到他的时候，他也会非常的炸毛，也会很受伤。所以这张牌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静止的牌面。他的这种一开始的这种憧憬和心动啊，慢慢的会一点一点的被打击掉啊，也就不再那么样的信心满怀的去动作了。两个人的相处呢，就会有一点点受到阻碍。那么这边的逆位的太阳牌是说明啊，有一种愁云笼罩的感觉。本来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应该还是蛮愉快的，比较轻松，因为你们一个风元素，一个火元素，也是比较的同频，都是那种快人快语、直来直去的个性。但是因为双方的这个态度，这种模棱两可，很多话也不愿意去讲清楚，会喜欢搞暧昧、做试探。所以呢，明明可以马上讲清楚，然后很快走到一起的这种关系，就因为你们藏着掖着、不好意思、猜忌等等啊，暧昧了很久，也拖拉了很久。
所以最后我们的结局牌这边是一个死神啊，说明你们的关系会有一个转变。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啊，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这个苗头会被你们扼杀在摇篮里面。因为虽然说我们死神牌代表着关系的一种转变，质的转变，比如说脱单了，或者更加的深进一步啊，但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在前期的相处的态度过于谨慎和停滞不前，所以我真的更倾向于认为啊，你们可能很难去打开这个局面，很有可能就是暧昧了一段时间又归于陌生人或者归为朋友，就真的蛮可惜的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努力和改变的。摩羯，如果你对对方感兴趣的话，我觉得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试探他，甚至是刻意的说一些话去伤害他，你就坦坦荡荡的跟他交流，说不定真的能开启这段感情。